想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大家有没有想过，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其实可能只需要一个夏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真的就好像历史的快进键突然被人狠狠按下去了一样。你看本来应该载入史册的美俄阿拉斯加的峰会，结果变成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曾经的铁哥们儿美国和印度突然就翻了脸。而在北京那边呢，一个强大的反美联盟正在悄悄的成型。很多人说这个全都怪特朗普，是他搞砸了。确实，他那个反复无常的性格，还有那样一套像做生意一样的外交风格，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一场外交灾难的罪魁祸首。但是如果特朗普他也只是催化剂呢？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好好聊聊2025年这个决定性的夏天发生的那些决定性的外交事件，这背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我们要搞懂特朗普为什么会失败，要先理解他那样一套颠覆传统外交的交易哲学。在特朗普眼里，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全部都是一些过时的、累赘的，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就好像是一家公司里面那些不赚钱的情怀部门一样，必须得要砍掉。他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谈判桌，桌上的一切，不管是盟友的忠诚还是对手的底线，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交易哲学在2025年的夏天，通过3次堪称史诗级的失败，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我们的故事从一场看起来特别盛大的峰会开始。2025年8月15号，阿拉斯加，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俄罗斯总统普京铺上了最华丽的红地毯，战斗机编队从头顶呼啸而过，声音震耳欲聋。普京甚至被请上了美国总统的专车，那样一辆叫做野兽的装甲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向全世界宣告，特朗普要重启美俄关系了。在特朗普自己的剧本里面，这个是他重返白宫以后最华丽的一场外交秀。他准备了一份自认为普京绝对难以拒绝的大礼，他暗示乌克兰可以在领土上做出让步，想要来换取战争的快速结束。特朗普的算盘打的那叫一个响：第一，结束战争可以兑换他对于选民的承诺；第二，只要给普京足够多的甜头，就能够把他从中国身边拉开。毕竟国与国之间嘛，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就在特朗普满心欢喜筹备峰会的时候，普京在干嘛呢？峰会前2周，中俄海军在日本海搞了一个海上联合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了。中俄的战略合作不是一场峰会就能够动摇的。但是特朗普他要么没有看懂，要么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信号。于是阿拉斯加这样一场外交大秀的舞台效果有多华丽，那它的内容就有多么的空洞。峰会变成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外交灾难。双方的会谈不到3小时就草草结束，会后没有联合声明，没有具体的协议，在最关键的乌克兰问题上也是毫无进展。普京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的地位，还有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长达数个月的非常宝贵的缓冲时间，而且他基本上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而特朗普呢，他又一次陷入了为了握手而握手的尴尬的境地。白宫只能用进行了很多有益的讨论这样一种外交的辞令和官腔来打圆场。他想要分化中俄的企图，反而让普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外交的投机性，进一步巩固了中俄的战略互信。这个场景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呢？没错，历史在重演。特朗普跟金正恩的那一系列峰会不也是这个样子吗？特朗普的外交永远是这个模式，特别重视个人关系跟媒体的曝光，他热衷于制造历史性的场面，但最终都因为缺乏战略的准备流于形式。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特朗普他个人再怎么想跟普京做交易，也注定会失败呢？首先是无法摆脱的安全的困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在他自己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讲俄语的同胞，是为了应对北约东扩的防御行为，但在美国跟欧洲看来，这个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其次是权力分配的现实，今天的俄罗斯，它依然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与美国匹敌的核武库的大国。在过去，俄罗斯其实并不是没有想过融入西方，而且说句公道话，他们努力过无数次，但是全都被拒绝了。2025年的特朗普还天真的以为这个时候给点甜头就能够让俄罗斯回头，但是普京早就看穿了美国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俄罗斯去对付中国而已。普京看透了这一点，因为中国跟俄罗斯都有联合起来对抗美国霸权的深层次结构性的需求，但是美国只是想要利用俄罗斯，所以普京他利用特朗普对于想要达成一份协议的执着，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那如果说阿拉斯加峰会的失败，特朗普还可以怪普京太狡猾的话，那么他对于印度的所作所为就是100%的灾难性的战略自残。多年以来，美国为了打造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在印度身上投入了无数的心血。印度被华盛顿的战略家誉为是这样一盘大棋上不可缺少的基石。2019年9月，在一场你好莫迪的大型集会上，在超过5万名印裔美国人的欢呼声中，特朗普跟莫迪手拉手，说两国是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一刻，美印关系真的达到了顶峰。印巴空战发生前，副总统万斯还带着他的印度老婆一块儿回娘家，两国关系那时候真的是亲上加亲。但也正因为这样，特朗普或许想当然的以为让莫迪帮个小忙不算啥，于是6月17号他打电话给莫迪老先，就之前调停印巴停火协议，向莫迪邀功，强烈暗示自己应该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里，我想岔开来聊两句，这个世界说真的真的是非常草台班子。你看看特朗普，他当初的确是调停了印巴空战，说实话是有功劳的，但是因为印度人他拉不下面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西方媒体就一面倒的嘲讽特朗普。而另外一边，特朗普这个人也真是长不大，一会儿想要个飞机，他一会儿想要个奖牌，这眼馋诺贝尔和平奖简直是溢于言表，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藏都藏不住。就因为奥巴马当年啥都没干，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一面奖牌，所以你看，哪怕他已经贵为2届美国总统了，对于这个玩具的执念还是这么让人忍俊不禁。印巴空战，印度被整了一个6-0，说实话挺受刺激的，所以特朗普的这个要求深深地刺痛了新德里。印度方面迅速反驳说，强调印巴问题不需要第三方的调停。莫迪对于特朗普把严肃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当作是个人政治秀场的作为感到非常的愤慨。眼看这样一帮印度人不听劝，事态马上急转直下，特朗普可能会觉得印度因为特别忌惮中国，所以需要依赖美国，对于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小弟就应该敲打敲打。那于是特朗普与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原油作为理由，8月1号宣布对印度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仅仅3周之后27号关税的税率甚至直接翻倍，到达了惊人的 50%。 印度与叙利亚、缅甸一块被列入了最高关税的黑名单。你能够想象莫迪当时的错愕跟愤怒吗？欧洲国家他们同样是在买俄罗斯的原油，你美国人不管，那现在就因为你特朗普心爱的玩具就要这么公开赤裸裸的霸凌跟羞辱我们吗？新德里算是彻底明白了，在美国优先的字典里面，战略伙伴的地位原来是如此的廉价。莫迪他拒绝再接白宫的电话，被誉为印太战略基石的美印关系瞬间冰封。莫迪痛苦地认识到，过度依赖一个喜怒无常的战略伙伴是多么的危险。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够重新激活
多元化外交，主动向东方大国伸出橄榄枝，哪怕这个国家刚刚帮助巴基斯坦在印巴冲突当中取得了胜利。从进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操作是灾难性的战略自杀，因为它完全违背了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最应该遵守的黄金法则——离岸制衡。什么是离岸制衡呢？美国最大的地理优势是东西北三大洋环绕，所以维持全球霸权的最好策略是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扶植并且支持当地的强国，去制衡那些可能会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对手。说白了，就是让别人替你冲在前面，承担主要的成本跟风险。在今天的亚欧大陆上，谁是美国最理想的离岸制衡的伙伴呢？毫无疑问是印度。印度它有庞大的人口、增长的经济、强大的军队，而且跟中国有边境的冲突跟直接的战略竞争。一个强大的印度能够有效的从南翼来牵制中国，这个简直是离岸制衡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完美样本。但是特朗普他竟然因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玩具，就用关税大棒去惩罚这个伙伴，这样做法无异于主动拆掉了自己印太战略布局当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其实印度向来都是骑墙派，新德里的算计非常精明。中国虽然是印度的主要威胁，但美国呢是唯一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制衡中国的超级大国。对印度最有利的策略就是躲在美国身后，让美国冲在前面去对抗中国，而印度保存实力，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那现在既然跟美国闹僵了，就犯不着为美国的利益而冲锋陷阵。于是我们看到，在2025年8月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出现了极其微妙的一幕。莫迪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首次在中国同框，他们共同发声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这个话说给谁听的？不言而喻。而莫迪呢，与普京的互动更加热络，两个人手挽着手出席活动，甚至同乘一辆车进行长时间的非正式交流。而中印俄三巨头亲密对话、开怀大笑的画面，无疑深深刺痛了我们川宝脆弱的心灵。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印度同时参与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说得好听一点是战略自主的国策，而说的直白一点是在战略对冲跟两边要价。印度人把多边机制都看作是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但是他们自己是不会效忠任何一边的。那现在既然受了特朗普的气，莫迪他就公开展示与中俄的紧密关系，向华盛顿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我的爱它不是免费的，更不是理所当然的，请拿出你的诚意来，让我瞧瞧。在接连碰壁的同时，特朗普在东北亚的努力也同样走向了失败的终点。一直以来，特朗普对于自己跟金正恩的个人友谊有一种近乎神话般的迷信，他觉得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随时重启与金正恩的峰会外交，达成一项震惊世界的协议。特朗普他还想着用无核化来换取经济发展，但是金正恩根本已经毫无兴趣了。美朝关系这个特朗普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外交遗产，从2018年新加坡的世纪握手，到2019年河内的不欢而散，再到板门店的戏剧性的跨过边界线，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每一次互动都是赚足了媒体的眼球，但是这些精心编排的政治秀却始终没有能够换来任何实质性的无核化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双方从一开始对于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看来，无核化就是朝鲜必须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放弃所有核武器，而从朝鲜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仅应该包括朝鲜自己，也应该要求美国从韩国撤走核保护伞，停止一切对朝核的威慑。但比这些公开分歧更致命的是一次失败的秘密军事行动，它从根本上摧毁了美朝之间的互信。在荷兰峰会前夕，特朗普派遣美国最精锐的海豹6队秘密渗透到朝鲜的海岸，试图安装先进的监听装置，但是行动失败，数名朝鲜平民被杀。
海豹被迫紧急撤离，彻底变成了一场灾难。这件事情对于朝鲜的领导层意味着什么？在平壤看来，美国你一边在谈判桌上微笑握手，却一边在背地里策划着颠覆跟暗杀。美国人，你们想要的根本不是和平，而是想要金正恩的命。那这个事儿让美国任何关于安全保障的承诺都显得无比的虚伪跟可笑。其实朝鲜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个道理非常浅显。金正恩他这个政权的首要目标就是生存下来，而核武器是他确保政权不会被颠覆的唯一有效的战略选择，是金家的免死金牌。作为最狠80后领导人，金正恩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特朗普似乎非常天真的相信，仅仅依靠他个人的魅力依靠经济援助这些金钱的诱惑，就能够说服金正恩放弃生存的根本。但是2025年的世界早就已经不同于2018年了。特朗普发出的亲笔信石沉大海，他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的对话意愿，换来的却是金与正的公开嘲讽。为什么特朗普会遭遇到朝方如此彻底的冷遇呢？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了，朝鲜它不仅成功的绕开了国际制裁，更重要的是在中俄的庇护底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安全感。因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锻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牢固的俄朝军事同盟。俄罗斯的战争机器需要弹药，而朝鲜拥有庞大的输系军火库跟数百万的军人，两国一拍即合。朝鲜现在是中俄反霸权轴心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功能性的兵工厂。当金正恩在习老大的提携底下跟普京一起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他个人在国际跟国内的威望都达到了巅峰。不知道在天安门城楼跟习总谈笑风生的三胖有没有回想起当年从河内一路长途跋涉回平壤的这个路上，当时这样一种非常苦闷的心情。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川宝其实非常想要来参加93阅兵，但是他提了3个条件：第一是稀土，第二是大豆，第三是要发表讲话。那如果这个传言属实的话，那说实话，我们的川宝还真的挺天真挺可爱的。在美国外交3条线全面溃败之际，中国则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的布局。8月底的天津上合组织峰会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无比清晰的信号：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平行的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的新体系，通过安全加经济的双轮驱动，中国正在从一个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成为一个主动的议程设置者。他不再满足于在别人制定的规则底下玩游戏，而是开始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这样一场盛会的高潮，无疑是中印关系的历史性解冻。中印之间其实最大的心结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几个月以前，印巴空战，那这个时候中印双方关系特别紧张，在双边的框架里面不太好接触。但是上合组织是一个多边的平台，可以非常巧妙的绕开双方最敏感的这个边境问题，为中印关系的缓和创造了完美的氛围。会后印度的表态，印中都坚持战略自主，两国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其实就是在扇川宝的脸。紧接着就是93阅兵，全世界的媒体都将镜头对准了天安门城楼，中俄朝3位领导人并肩而立，这是用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宣告了反美霸权轴心正式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对于普京跟金正恩来说，在遭受西方全面孤立的背景底下，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国领导人分享这样一份荣耀，无异于获得了一份巨大的国际合法性的背书。更重要的是，这个正在形成的反霸权轴心正在构建一个能够抵御外部压力跟制裁的平行体系。经济上是一个去美元化的经济圈正在成型，这个直接挖的是美元霸权的墙角。军事上
中俄的常态化联合军演、俄朝之间的武器换资源的利益闭环，以及中国对于朝鲜的传统战略支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协作的网络。俄罗斯的能源跟粮食通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跟中转站，可以有效的输送给朝鲜。一个初步具备了制裁免疫能力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与军事的集团，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之外独立运作，看起来好像又是为台海问题在未雨绸缪。9月3号那样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就是这个新体系的剪彩仪式。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已经永久性的被改变了。现在让我们从更高的维度来复盘这个夏天这样一场外交对决的成败得失。特朗普的失败是自我实现的悲剧，他最担心的事儿，中俄紧密结盟，印太战略破产，朝鲜拥核地位巩固，最终都在他自己的骚操作底下加速从噩梦变成了现实。而中国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主动挑起任何的事端，只是善加利用多边外交平台，长年累月的编织自己的网络，然后保持非凡的战略耐心，静静的等待川宝创造的机会来临。中国的作为完美的印证了米尔斯海默的预测，一个崛起的大国，它必然会理性的、系统的、无情的最大化他在自己所在区域的相对的权利，而最终的目标是成为区域霸主，并且将区域以外的霸权国家美国排挤出去。而很可惜，美国呢，他不仅没有能够有效的利用自己的盟友来制衡他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反而亲手摧毁了自己最重要的战略支点，陷入了自我消耗的战略混乱之中。但说实话，这个真的是特朗普个人的失败吗？是，也不全是。这个也是国际权力结构转移的一个必然体现。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那今天我们复盘了2025年这个决定性的夏天，中国凭借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把握住了欧亚地缘政治的主动权，而一个面向未来的完全不同于过去所熟悉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您对于2025年这样一场外交变局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